大家好，我是 Living Sky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快速搭建蔬菜盆的方法。我这两个蔬菜大盆，一个是6尺乘8尺，一个是4尺乘24尺。我们家先生一个人独自完成，耗时2个小时。大盆的骨架用的是耐高压的塑料水管，保温膜用的是做车库隔热层时剩下来的半卷塑料布，另外还需要几根2寸宽8尺长的木条。做大盆需要2件工具，一个是电钻，一个是订书机。我的每块菜地都是由4寸乘4寸的原木围起来的，每块菜地的宽度稍有不同，但是长度是8尺或者8尺的倍数。在菜地两边的原木上每隔2指钻一个洞，直径是5%寸，跟水管的外径是一样的，深度是1.5寸左右。将水管剪短，长度大约是菜地的宽度加上1.5尺左右。将水管的两端插进洞中，形成自然的拱形。拱形的高度大约是1.5尺。加拿大中部的飓风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，所以大盆不能太高，太高容易刮跑。每8尺长的菜地需要5根骨架。塑料膜的长度大约是菜地的长度加上2个拱形的高度，再加上5寸左右。在菜地的两边放上木条，将薄膜用订书机钉在木条上，将多余的部分切掉，将木条向内转动，绷直塑料膜。正常情况下，木条的重量就可以固定薄膜的位置，但是碰上飓风的时候要用石头压住木条。那个24尺长的菜地是由3个8尺长的部分组成的，在连接部位塑料膜要重叠，用活页夹将重叠部分夹住固定。大盆两头的入口也用活页夹夹住固定。加拿大中部的无霜季是6月、7月和8月，保温盆可以用在5月、9月和10月。这3个月晚上的温度在0度左右，白天的温度在15度左右。太阳出来后，当温度升高到5度时，盆里面的温度高达30度。这时候要将大盆两端的入口全部打开，通风降温。随着室外温度的升高，盆内温度也会继续升高。当盆内温度再次达到30度，就要将所有的薄膜全部打开了，转动木条，将塑料薄膜全部卷在木条上。如果有3天内移栽的幼苗，要记得防晒。当太阳落山后，温度会急剧下降，这时候就要将薄膜盖上，保持温度和湿度。暖盆可以使加拿大中部的种菜时间延长2到3个月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Living Sky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